有多重？大步走，快如电，急如风，知足跑过了困难，向前冲。团结友情，忠诚见证 ，We kick for the goal。足球划破了天空，梦想在中场启动，战斗唤醒了沉睡的潜龙。斗志在血液涌动，点燃不灭的火种。同一个梦在我们的心中，不怕暴雨和狂风，雨后总会有彩虹，路再崎岖也只有我掌控。总是挫折不放空，拼至最后一分钟，再次进攻，再次进攻，再一次进攻。封锁这两个球员，宇宙就没办法组织爆雷射球了。宇宙没时间了，这一次一定可以射出单粒子爆雷射球。啊！宇宙竟然能够以一人之力射出爆雷射球！鹰眼上吧！打中鹰眼的脸了。宇宙的射门好厉害，但是却意外击中鹰眼的脸，还反弹出去了。再来！鹰眼，用上次4国赛的时候以扑救核心的花粉射球的方法吧！太棒了！鹰眼竟然用手锤打出了宇宙这一个刁钻的射门，这招就叫残影扑救吧。奥尼，我看不见了。为什么我一直都察觉不到鹰眼的这个问题？奇怪，为什么这样放手？好。在昨天被球击中后的一段时间，视物都会变得非常清晰，但是之后，我的眼睛会有一段时间完全看不到东西。为什么我会没有注意到？我不是一个称职的领队。奥尼，我还是看不见。还有我，谢谢你。我不应该在超智能足球生涯里的最后一场比赛里面，对超智能足球拥有过多的感情。啊，最后一场比赛。你的最后一场比赛，艾姆，为了音乐，我已经决定放弃超智能足球。在我的最后一场比赛里面，能够与你并肩作战，我已经很荣幸了。哦，你，我从没有过今天的感觉。我没有发现鹰眼的问题，让我很有挫败感。我想，我放弃超智能足球的决定是正确的。我根本就不是一个合格的领队。奥尼，究竟发生什么事，让你放弃一直以来喜欢的超智能足球，放弃你跟赤足队一直以来的努力？我竟然还要你操心我自己的事，我真的很过分。虽然刚刚眼镜蛇勇救险球，把球抢了回来，但是粒子穷追不舍，情况还不是很乐观。眼镜蛇，摆脱粒子！银河队上啊！哎呀，眼镜蛇最终还是让宇宙把球抢走了。宇宙立即传给太阳系。奥尼，虽然你一定有你的原因，但是这次我一点也不赞成你的这个决定。既然你为我安排了这场比赛，让我想起曾经的热情，我也会在这场比赛重新唤醒你遗忘的东西。艾姆，太阳系接到球之后，德国银河的攻势再次展开。眼镜蛇去中线，帮忙阻止德国银河上前。无论如何，这场比赛都不能轻易的输掉。很快，太阳系已经攻到前场的一半，越来越接近百亚斯的球门。究竟他们这一次会怎样攻门呢？全军围上去，一有机会就马上射门。德国银河队一起进攻，看来他们想再次将比分拉开。虽然宇宙的单粒子爆雷射球很厉害，也一样要牵制住粒子和太阳系。如果他们两个都上去了，射门的变化就会大很多了。没错，一定要同时牵制宇宙、粒子和太阳系。咦，连后防的滑翔都上前盯紧黑洞，拜亚斯这次真的不容有失呢。
想用全场紧逼对付连氏，没用的。想人盯人没那么容易。太阳系传球，宇宙马上接应。哎呀，好危险呐！太阳系竟然趁百亚斯球员走位的时候传中给宇宙，这个位置很容易就可以射门了。核能，全方位拦截。全方位拦截！宇宙，闪电盘球！哇，好厉害呀！宇宙使出这场从未见过的绝招，一来就大破核能的招牌绝招啊！这次是我慢了。奥尼现在的心情根本没办法让他冷静下来。要堵截德国银河射门，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一定要破解这个盘球。这招速度虽然很快，但假如我能够跟上他移动的轨迹，眼镜蛇，补位盯紧宇宙。宇宙，再来！闪电盘球！我明白了，他的闪电盘球的轨迹就像空中雷电闪光一样，以光速避过对手。那就来个正面对决，眼镜蛇用眼镜蛇盘球。眼镜蛇盘球！眼镜蛇使出眼镜蛇盘球的脚法，究竟谁会赢呢？太棒了！德国银河的闪电盘球被眼镜蛇用他的眼镜蛇盘球破解了。啊，竟然！太棒了，打得好啊！好帅啊，这球接得好！奥尼，我们从小到大都不断在研究超智能足球，我不敢说超智能足球就是我们的全部，但是超智能足球的确丰富了我们的生命。艾姆，奥尼，就让连氏见识一下我们的努力成果吧。百亚斯上！是。百亚斯展开反攻了，核能带着球上前，眼镜蛇走位配合。宇宙要一个追两个，实在很难猜测百亚斯的攻势会落在谁的身上。好有默契的假动作，宇宙又被他们甩开2个身位啊！黑洞上了！又来了，这次传球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又成功了，百亚斯的默契完全回来了。合作了这么久，我已经知道你的习惯，正如你也了解我一样。我们合作出来的默契，连氏这种单人的领队是无法明白的。滑翔和野马都被银河队追得很近，眼镜蛇又被夹攻，百亚斯会如何应付呢？奥尼，是时候了，核能！全方位拦截！哇，好有默契啊！核能帮眼镜蛇挡开了2名防守球员，眼镜蛇现在单刀直入禁区。眼镜蛇，这球一定进啊！射门吧！停！弹射射球！太棒了！百亚斯的眼镜蛇射出一个刁钻的射门，以2-2追平德国银河。这一球达到了世界级水平。比赛进行到85分钟，双方平手。奥尼艾姆百亚斯，奥尼艾姆百亚斯，奥尼艾姆百亚斯，奥尼艾姆百亚斯。这些就是属于百亚斯队奥尼和我的掌声。记得当初拥有超智能足球的时候，如果想把球员控制得灵活自如的话，跟提线木偶的原理一模一样。要先了解每个木偶或者球员的特点，同时我也把超智能足球带给我的感觉融入到我的木偶剧中。木偶和超智能足球互相融入，我完全没有考虑过这个方法。如果我的音乐和超智能足球，难道……比赛来到85分钟，双方依然球来球往，完全不满足于2-2这个比分。艾姆和奥尼一起可以令艾姆发挥潜质，这就是所谓的超智能足球搭档。艾姆，我承认我小看了你，对手并不那么简单，要速战速决。
德国银河队的宇宙和队友一口气冲进百亚斯的阵地，会不会立即做射门攻势呢？核能小心，现在的银眼需要大家的帮助，才可以真正守住球门。核能和眼镜蛇把宇宙盯得很紧，令宇宙完全无法上前。虽然百亚斯队恢复了原有水平，不过球场上只要任何一个球员稍微失误，就会成为致命的弱点。上半场结尾到现在，从鹰眼的表现来看，如果我没有猜错，他一定出了什么问题。传给黑洞，闪雷传球，宇宙始终无法破解对方的防守，把球传给了后方的黑洞。黑洞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黑洞竟然会上前场，难道黑洞也可以做出射门的攻击？不过黑洞属于后防球员，他会怎么做呢？鹰眼，你能看见了吗？视力恢复到80%左右。当初我没修好鹰眼，是我的责任。根本不关你的事，基建的问题就算维修好，也未必可以完全恢复。为什么要自责呢？这一个缺憾，难道鹰眼以后都不可以上场了吗？哇，厉害呀！黑洞上去的目的原来是为了引开眼镜蛇，让宇宙可以突破百亚斯的防守，让宇宙打出爆雷射球。鹰眼他一定可以克服这个缺憾。我刚才不是说过吗？我有一个很喜欢的提线木偶，脚腕关节老化，修补好之后再没有之前的灵活。不过有一次，当时我原本只是想做一个起脚射门的动作，谁知那木偶右脚腕关节在提线时卡住了。好厉害！提线木偶竟然会踢香蕉球啊！后来我才发现，关节的问题让他的脚好像弹弓一样，有强大的冲击力，加上和足球的摩擦力，就射出了一个提线木偶平时不可能做到的香蕉球。一个缺憾反而使不可能变成了可能。缺憾使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宇宙又再次来到百亚斯的禁区了。其实仔细想想，虽然这个木偶有缺憾，但这个木偶反而是我一直以来最喜欢的。看到它就会想起自己，特别有亲切感，而且是独一无二的。我现在才知道，自己逃避现实是多么蠢的事情。接受自己的缺点，才可以向前迈进。喜欢超智能足球，喜欢木偶，会尽最大努力去享受并且做好喜欢的事情，这个才是艾姆。鹰眼，你一定能扑到这个球的。宇宙用全力射出这一球吧！射门了！这一球明显是充满力量的一球。鹰眼，我相信你可以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启动你受过伤、充满玻璃碎片的左眼吧，把你的弱点转变成为你的新绝招。射吧！单粒子爆雷射球，他这个射球的威力可以媲美乾隆的火焰射球啊！鹰眼，你要克服你的弱点，在失去视力之前，立即记下每一个队友的位置，接到球之后就扔出去给他们吧。要相信你的队友。残影扑救！太棒了！鹰眼扑救了单粒子爆雷射球，保持2-2的局面。现在比赛只剩下1分钟了。做得好，真是太棒了！只有超智能足球才可以带给我这种独一无二的感觉。百亚斯队终于克服了最后的弱点。简浩尼，时间只剩下最后1分钟，德国银河队强攻百亚斯队，但是百亚斯队防守的滴水不漏，跟上半场的表现完全不同，简直是脱胎换骨。一场世界级的友谊赛，百亚斯队和德国银河队以2-2打成平手。虽然是平手，不过这场比赛绝对是我这一生都无法忘记的。谢谢你，鹰眼。谢谢你，艾姆。奥尼，说谢谢的人应该是我才对，没有你的支持，就没有今天的我。非常感谢你。
奥尼，很高兴和你们打了一场这么精彩的比赛，看来世界赛一定会再和你碰面了。我会和我的老搭档出战世界赛，到时一定要让你见识一下德国银河队的真正实力，而且我的搭档绝对是你的宿敌。艾姆，恭喜你终于恢复斗志，以你的潜力，如果能够长时间保持最佳状态，绝对有能力打入世界赛的。连氏，很谢谢你，跟你比赛实在是获益良多啊！超智能足球一直陪我成长，让我认识了好朋友，认识了世界各地的好对手。超智能足球一直都让我快乐，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每一位球员，能够接触到超智能足球，是我艾姆的荣幸。没错，说得好。我们决定了，一起联手参加全国大赛。高迅，你是真的这么喜欢赤足这个名字吗？是的，只要足够投入，每一刻都是快乐足球。没错，我们赤足一直都是在踢快乐足球的。烈阳儿群，你听着，看我们赤足队怎样彻彻底底的打败你！超级火焰射球！足赢了！本届超智能足球全国大赛的总冠军诞生了！很好，真是太好了！你一直太完美，演奏中没有音乐家的层次。但是今天我听到你的情感动荡，告诉我你弹琴的时候在想什么？是超智能足球，是一直以来跟球员、队友的经历。我对你的背景略有所闻，我相信就是超智能足球让你找到你的情感。恭喜你，你这次考试合格，祝贺你。我以为我放弃了超智能足球，就可以专心音乐，可以将我的音乐推上更高的层次。但我完全错了。超智能足球不仅仅丰富了我的生命，还丰富了我的音乐。这个才是我，奥尼的音乐。恭喜你了，奥尼。谢谢了。艾莫，你还在那家餐厅打工吗？嗯。不过，我不会放弃超智能足球和音乐，我会继续努力，希望可以进入下一届世界赛，到时候可以跟你较量。鹰眼的眼睛是不是没法修好？不过没关系，我已经成功的把残影扑救的失明时间缩短到3分钟了。这就好了。艾莫，其实一直以来，我在你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奥尼，我真的很幸运，可以跟你做朋友，这是我觉得最完美的事情。
少爷，高迅他们在亚洲赛成功赢了新加坡的多哈哥队。是吗？太棒了，高迅！他们明天就要比赛，不过对手是一个叫做浅三亚的小国。浅三亚？怎么没听说过？更奇怪的是，我查到这支球队的领队竟然是你们在中国区全国大赛的比赛后一直失踪的领队卓龙。卓龙？他那么奇怪的隐藏身份，这一点很可疑。赤足需要我决定回亚洲帮赤足。少爷，那我立刻帮你准备。赤足队的各位，这段时间辛苦大家了。高迅，这场比赛你打得真的很出色，同时你也实现了对我的承诺，把乾隆带进世界大赛中。但是还有很重要的事等我去完成，不能陪在你身边。等世界大赛开始后，卡先生和史博士一定会卷土重来对付你们赤足队，你要小心呐。高迅，高迅，奥尼。最好的搭档，我们世界大赛再见吧。接下来是一则超智能足球世界大赛新闻。世界超智能足球大赛分组赛即将举行，不过本来有资格参加比赛的荷兰队突然宣布退出。有消息指出，荷兰的主力超智能足球球员巴高勒离奇失踪。巴高勒失踪前的最后一场比赛，个人上演帽子戏法，带领球队以3-0的比分进入世界超智能足球大赛分组赛。消息指出，巴高勒在比赛之后就离奇失踪，令荷兰队被迫退出接下来的所有比赛，包括世界超智能足球大赛。由于消息只是由荷兰小报发出，仍有待证实。博士，从超智能足球球员身上，我们终于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了，浓度达到70%。下一步怎么做？计划的第一步现在已经成功了，接下来你要去物色实验所需要的真人球员。实验用的真人球员。超越自己，你才能够真正体会精彩。放弃成败，才能去赢得更好的未来。别怕挫折，磨练胸怀，小河能汇成大海。绝地反击，天生我材，汗水变气概。我们的锐气将势不可挡，下一个目标在前面方向，释放出年轻的无限能量，梦想不停航。别怕挫折，磨练胸怀，小河能汇成大海。绝地反击，天生我材，汗水变气概。希望我们这次还可以在球场上见面。一大早就听到苍蝇为了几个纪念币吵吵闹闹，这群是什么人啊？奥尼怎么还没来？奥尼，难道你还是觉得音乐更重要3支欧洲足球强队和中国队 C 组的阵容可以说是死亡之组啊！死亡之组，不管你有多强，我们赤足都不会输给你的。